大家好，我是牛奶。为了2个女人，萧炎刚到中州就因废了红尘，干翻了大半个洪家，又掰断了风雷北阁4星斗宗的手指，不得不开始逃亡。不过好在天北城一战也不算一无所获，在山脉之中寻了一处僻静之地，萧炎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洞府后，就开始着手清除沈云纳戒之上的灵魂印记。正在疗伤恢复的沈云感觉到自己与纳戒之间的联系消失，顿时气得喷了一口血出来。萧炎，老夫不杀你，誓不为人。沈云的纳戒里好东西不少，其中还有着一件模样古怪的卷轴，该卷轴正是风雷阁的镇阁之宝3000雷幻身。根据卷轴记载，3000雷幻身属于地阶高级斗技，但此法堪比天阶，若是能修炼成，不仅能凝出雷幻身，雷幻身的实力还能达到与本体相仿，本体不死，幻身不灭。萧炎刚看到简介时高兴不已，即便他知道修炼3000雷幻身的条件之一便是先得将3000雷动修炼至最高境界，可当他想要深入研究具体修炼方式时，却发现卷轴里的修炼内容是不完整的，他得到的仅仅只是一部分残卷。这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果令萧炎很是憋闷。不过谁说日后就没有机会凑齐呢？安慰好自己，将卷轴收入纳戒之后，萧炎就开始解决那个会要命的问题了。经过几次的仔细搜索，萧炎才通过异火找到了血雷印记的所在，可由于实力不够，萧炎消除血雷印记耗费了不少的时间，以至于萧炎这边刚清除掉血雷印记，沈云与洪天啸他们便已经追了过来。萧炎，你给老夫滚出来！刚站起身准备挪窝，萧炎就听到了这一声咆哮。沈云既然来了，想必那洪天啸也来了。以萧炎目前的实力，想要从2名斗宗的手底下安全逃离，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可他萧炎就不是那么容易认命的主，若是那2个老不死将他给逼急了，就算是拼死，他也会从他们身上咬一口肉下来。萧炎心里正盘算着怎么同沈云2人拼命时，一道熟悉的笑声毫无征兆地响了起来。嘿嘿，小家伙，没想到老夫我刚刚苏醒过来，便是见到你这般狼狈的时候，当真是有眼福啊，竟是药老先生及时苏醒了。萧炎这边欢喜不已，那边洪天啸正对着沈云破口大骂，你不是说那小子中了你的血雷印记，你能感应到他的确切位置吗？现在人呢？早知道这样，老夫当时就直接追他了。吼什么吼，你去追？哼，你若不是记得那小子手中的傀儡，不早追上去了。翻了翻白眼，沈云憋屈郁闷极了。血雷印记可是出了名的难清除，谁知这才半天不到的功夫，他就被萧炎彻底抹除了，这在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洪天啸听沈云这般贬他，顿时就怒了，立马表示自己才不怕那傀儡。沈云一听，笑着表示，行啊，那等寻到他的时候，就由你去对付那傀儡吧。当着自家10来名供奉的面，洪天啸不好自打嘴巴，就沉默着没吭声。沈云不想搭理他，偏头很是自然地命令洪家供奉各自散开去搜山。得到洪天啸首肯过后，洪家的10来名供奉就呈扇形散开了。他们谁都没有注意到，在他们身后一处隐蔽的丛林中，有2道人影却是悄悄地闪现而出。太爷爷，他们会不会找到萧炎啊？韩雪看着前方搜寻萧炎的众人，有些担忧。韩非看了看韩雪，很是无奈，若非他不喜欢欠人情，又经不住这小丫头撒娇，他是绝对不会来冒险的。就算是要帮萧炎，他也只能暗中出手，毕竟他们韩家还得罪不起风雷阁的人。抬手揉了揉韩雪的发丝，韩非轻叹道，唉，能把我这高傲的小孙女儿变成这般模样，那叫做萧炎的小子也真是有些本事啊。韩雪闻言，一张俏脸瞬间就红了，她张了张嘴想要说点什么，萧炎藏身的地方就暴露了。沈云和洪天啸都恨毒了萧炎，一个计划着切了萧炎的食指，一个计划着打断萧炎的4肢。他们都认为萧炎已经是他们砧板上的鱼了，拿下他不过是他们想玩多久的问题。然而事实真的会如他们所愿吗？药老先生，将你的力量暂借于我。伴随着萧炎的呢喃声落下，一股极为磅礴浩瀚的灵魂力量顺着萧炎的手臂如同潮水般疯狂地涌入了他的身体。萧炎的实力也从7星斗皇暴涨到了几乎8星斗宗的层次。随着萧炎的眼睛逐渐从漆黑化为了银白，一股滔天的气势猛地自萧炎处荡开。正在与地妖魁激战的洪天啸感受到这股气息，脑海之中顿时出现了瞬间的呆滞，随后就是一股难以遏制的惊骇在其心中疯长。而直面萧炎的沈云以及韩家的供奉们，此时已经连逃跑的念头都不敢生起来了。丫头，看来我们这趟是白来了。韩非干涩着嗓音道，从斗皇到斗宗，实力暴增1阶多，这像话吗？
短暂的心悸过后，沈云对萧炎将近8星斗宗的实力产生了怀疑。他坚信，无论再高阶的秘法，也无法具备这等恐怖的效果，所以他要去试上一试。凝出一柄雷剑，沈云身形一动，就朝着萧炎攻去。目光平淡地望着朝他袭来的沈云，萧炎随手一握，就凝出了一颗半丈大小的灵魂气旋炮，朝着沈云丢去。伴随着砰的一声响起，一道身影借助着冲击力狂奔远去，正是已经充分意识到敌我差距的沈云。8星斗宗来的，他信了，比珍珠还真。虽然知道萧炎现在的状态维持不了太久，但斗宗之间每一星的差距都极为巨大，他不过是4星斗宗，等萧炎虚弱下来之后再出手不香吗？沈云还算是讲点江湖道义，自己逃命的同时不忘放出撤退暗号。收到信息的洪天笑倒是及时挣开地妖魁跑远了，沈云却是被萧炎盯上了。斗宗阶别的敌人还是彻底了结的好。心中掠过一片杀意，萧炎抬起手掌，遥遥地对准化为一缕残影逃掠的沈云，猛然一握，那100丈开外的虚无空间便是迅速凝成了一片空间壁。速度施展到极致的沈云一个闪避不及，径直撞了上去，随后就被空间壁特有的反弹之力给弹射了回来。沈云虽及时调整身形，朝着下方的森林里窜去，但还是被萧炎追上，并一拳轰中了身体。接连撞碎100来棵古树之后，沈云才稳住了身形。接下来便是大口大口的鲜血不要钱似的往外喷吐。萧炎那结结实实的一拳里蕴含着的灵魂之力异常炙热与狂暴。沈云此刻被内外夹攻，身体情况极为糟糕。不过刚缓过一口气，沈云就又朝着山脉里逃去。可惜他怎么可能快得过萧炎？沈云见萧炎再度追来，不死心地搬出风雷阁威胁萧炎，结果萧炎根本不是他那一套。为了活命，沈云转变策略，一边利诱萧炎只求放过，一边暗戳戳地取出几颗银色珠体等待时机。你究竟要怎样才肯放过我？只要你说出条。话音未落，猛地将珠体丢向萧炎，沈云玩了命地朝着反方向逃窜。银珠如沈云所愿，成功炸开了，但也仅仅只伤害到了方圆100里内的树木罢了。对此毫不知情的沈云正准备松口气，下一秒就被一记蕴含着磅礴灵魂之力的鞭腿击中了脑袋，又是一口鲜血喷出。沈云查着地面离出了好几百米的地。老远处的洪天笑看着那几乎毫无还手之力的沈云，果断选择带着洪家众人跑路。知道自己是跑不掉了，艰难地从土堆里爬起来之后，沈云选择跟萧炎同归于尽。小杂种，想要杀老夫，那老夫便拖着你一起死。猛地朝着萧炎冲去，沈云的身体迅速膨胀，眼看着距离萧炎越来越近了，下一秒萧炎却是直接闪现到了远处的半空中，抬手就是一招空间封锁，彻底绝了沈云的念想。虽说4星斗宗的自爆尚不是萧炎目前施展的空间囚牢能完全抵御的，但能够拖延的这段时间里，已经足够萧炎逃到安全地带了。那么沈云这番自损1000无效伤敌的操作，就只是为了毁掉这片山脉？伴随着山脉之中的能量风暴逐渐散去，萧炎缓步来到先前沈云自爆的地方，旋即一掌拍碎了巨坑旁边的一株古树。沈长老倒是心计不错，自爆躯体令一丝灵魂逃逸出来，不过可惜了。看着从木屑中逃窜出来的虚幻灵魂，萧炎冰冷一笑，旋即沈云就惊恐地发现自己动不了了。最后一丝生机被萧炎捏住，沈云终于慌了。然而不管他如何求饶，萧炎都没有半分动摇。最终在沈云破防的咒骂声中，萧炎彻底结果了这位风雷北阁的长老。2名斗宗一生死混淆，一抱头鼠窜，此子非常人啊！先前见情况不对，就带着韩雪退离了老远的韩非感慨道：“老先生过奖了，只是不想让一些麻烦再度跟过来罢了。”看着突然出现的萧炎，韩非扯了扯嘴角，随后不着痕迹地将兴奋不已的韩雪挡在身后。老先生不用如此警惕，萧炎不是什么嗜杀之人，而且雪儿小姐与我有些恩情，恩将仇报的事在下可是做不出来。小动作被萧炎看穿，韩非有些尴尬，旋即抱拳同萧炎介绍了一下自己。萧炎回礼后，韩非一脸严肃地同萧炎说明，他和韩雪是不会将此事外传的，但洪天笑一定会公之于众，要千万小心风雷阁的报复。萧炎不是不想去追杀洪天笑，只是现在的状态他也维持不了多久，而且天火尊者的灵魂力量一撤退，他就会虚弱一段时间，目前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点到即止后，韩非拉过依依不舍的韩雪就告辞了，小心风雷阁，最好还是早点离开中州北域。听着顺着风耳飘来的轻柔声音，萧炎轻叹了一口气，如今的他迫切的需要提升实力，那枚黄级丹是时候服用了。
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呢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